哈喽哈，我是星期天。您现在收看的是《故事台北》第5话之台北蝴蝶梦。说到梦想，大家都有听过纽约梦、巴黎梦、新鸳鸯蝴蝶。那请问你有听过台北梦吗？在40-50年以前，台北是一个进步美好的象征，许多中南部的人怀抱着台北梦，头也不回地搭着火车上来，而后火车站就是他们的起点。看到这边，你可能想要说，后火车站北车还有分前后哦，那怎么没有分左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从七凑的小火车开始说起了。从前，台北还是铁轨切过地表，小火车呼啸而过，伴你入眠，多的年代，整个台北被铁路分成前面跟后面，台北车站自然也就有前站跟后站了。前站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就不多说了。但说到后火车站，就势必要来介绍一下华阴街了。华阴街顾名思义，就是弹吉他的时候用华阴的方式来进行一个音阶。奇怪，拿错稿子了。华阴街是位于大稻埕与台北城之间的一条街。但是在以前大家绑着小辫子的清代，这里其实还是一片肥沃的田田，是农夫们心中向往的开心农场啊。日本政府来了以后，帮这里铺上了马路，也顺便发动技能盖了一个后火车站。从此人们不论是参加大稻埕的祭典，或是来做买卖，都好方便啊。而刚好在后火车站附近的华阴街，也就跟着热闹起来了。到了经济起飞的60年代，新公司和新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啵的在台北冒出头。中南部年轻人为了追寻梦想，就买了一张永远不回头的单程火车票，冲到台北车站。往前一看，前站是繁华又忙碌的台北城内；往后一看，后站有好多职业介绍所啊。一些穿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还有学生们，就提着公事包和书包往前站走去，而其他人则纷纷跑向后站，在华阴街寻找工作机会。但想不到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震撼教育。许多站在路边的阿尼基看到一脸青涩的年轻人，就迎上来问：“你是在找工作的呢？”“对，就车啦。”就傻傻的跟着人家坐进小货车内，不的出发去工作了。这些勾引的年轻人被整包带走，丢到了三重、五股还有中和一带。这些临近台北的小镇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工厂，他们就在这些工厂里没日没夜的辛苦工作。老师，音乐来一下。昨天来了介绍所，为了工作大赤裸，流了好多汗，多烦忧。想要追个台北梦，却要全身都酸痛，赞痛要够，要贴多少才足够？虽然职业介绍所里面有时会遇到一些骗你钱的王八骗子，但工作机会真的很多啊。也许3餐吃不饱，也许吃了不少苦，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会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那我现在还可以去那边找工作吗？你是笨蛋吗？现在已经没有的啦。由于交通方便，又跟附近的工厂区有点近，职业介绍所慢慢就变成各种货品的批发中心了。许多中南部的五金业、塑胶业，甚至是服饰批发业者，都会搭着火车来到台北华阴街批货。当时一天的营业额，据说是很多到让你难以想象。整条华阴街的盛况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夯啊！就在这个时候，为了使城市发展更进步，政府决定把台北的铁路地下化。这个充满意义的后火车站，嘣一声就消失在地球表面。人潮变少了，消费习惯也慢慢变了，华阴街的生意也就这么下滑了。不过到了现在，识货的老板们还是会到这里来批货。不管是塑胶材料、五金零件、玩具、皮鞋、包包等，这里通通找得到。再往前走一点，还有闪亮亮的金钻百货跟台北转运站。
华阴街虽然已经没有当年的风采，但还是很努力在提高存在感啊。后火车站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对许多中年一辈的台北人来说，是他们走向梦想的起点。而华阴街呢，就像是乐谱上面一段美妙的华音，在那个黄金的年代，在台北最需要耕耘的时候，是这些中南部上来的朋友一起奋斗，才让我们有了今日繁华的台北城市。而到了今日，我们不只希望台北这个城市能成为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实现台北梦的舞台，更希望台湾各地都能成为实现梦想的好所在。新的一年，就让我们一起打造属于自己的台湾梦吧！这集的故事台北，告诉台北 Story of Taipei， 就在这里先为各位画下一个带有新台北蝴蝶梦的小逗点。各位观众，我们下回见，拜拜！看完的台北蝴蝶梦的故事，是否有感觉到当年离乡背井的爷爷奶奶有多辛苦呢？这些爷奶当年怀抱着台北梦，向家里丢了一句：“我要来去台北打拼。”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就头也不回地冲来台北。但每到午夜梦回，家里阿爸阿母的身影浮上眼前，还是好想家啊！这个时候气沉丹田，大吼一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但想到了自己的台北梦，咬紧的牙关还是必须继续打拼啊！这些新台北人的加入，推动了台北的发展，高楼大厦、高架桥、捷运等等一大串建设，也不断推陈出新。虽然台北改变的速度很快，但每次的改变都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发掘这许许多多的隐藏版故事，纯粹创意和台湾吧共同合作，希望从台北开始，带大家找回更多台湾城市的记忆。你是媒体公关的大内高手吗？你自认说故事的能力天下无双吗？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游历在故事的大海中，搭上充满冒险精神的纯粹故事号，让海盗船长对你大吼：“年轻人，一起来说故事吧！”吼吼吼！那你就快来加入纯粹创意的伟大航道吧！立刻寄信到老吉的壳上这个email，一起来发现故事，感动城市。得修，故事台北一路摇摇摆摆走到了第5集，居然要完结了，好不舍啊！但先别失望，未来我们还是会不定期发行，希望还有机会介绍这座城市啊！不管你是老字号还是新企业，只要你对台北怀有浓浓的情感，都欢迎速速来信，提供你们独特的精彩故事哦！故事台北，我们下回见喽！